遇到一个问题，我在电台工作，我心情超不好的，但是我等一下放快乐的歌怎么办？我跟你讲，我就是因为这样工作，我就练就了，我就是打包。如果失恋超难过，超哭的。好，我们刚刚听到那首歌呢，就这样。后来我渐渐发现，我只要笑，假装快乐的时候，就会快乐。这么黑暗的东西从你嘴巴讲出来，没有，是真的，真的。我们要自我介绍吗？哦，我不用。哦，你不用，我要。你不用，我们今天就说，觉得大家都知道他是谁，那我们就直接开始。我们来聊天吧。对，开始啊，你们。不是，这只是对一下音轨啦，对一下音轨。嗨，大家今天过得好吗？欢迎到迪克太太。旁边这位歌后刚刚很紧张，说他要自我介绍，谁会不知道他是谁呢？我们欢迎魏如萱娃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娃娃魏如萱，拍手啊！硬要这样拍手。我相信音轨会对得非常的精准。那今天想要跟你聊一聊，创作这件事情啊，一般人可以试着去创作的地方，应该是观察跟表达能力。我记得我的第一首歌就是我高中的作文，然后我就定了一个99滴眼泪这样。你自己定？对，我自己定。然后所以那篇作文叫99滴眼泪。我开心的时候我会留开心的，然后就把它装在红色的瓶子里。然后我难过的时候我会装在蓝色的瓶子里。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写完，然后就跟我的另外一个，那时候我有一个团体，就是叫自然卷嘛，一个组合。然后我就跟他说，哦，这是我的作文，然后他就帮我把它变成歌了。99滴眼泪作文变成像歌词一样，像新诗的形式的时候，我突然觉得，哦，原来这个就是创作，原来也没有不可以。然后是一直到很后来的时候，后来我的制作人就说，你看起来好像就是都给人一种很快乐的感觉，但我认识的你也有很不快乐的时候啊，你为什么不把那些不快乐，你要不要试着写出来？然后我开始觉得，哦，原来创作它变成一个我的出口了。不要讲别人，我自己啦，就很难观察到自己，有的时候就是你说快乐啊、难过或什么，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屏，就是自己接收不到自己的讯号。我想要帮大家问的就是，很多时候我们有感觉，可是我们讲不出口。亲朋好友相处好了，你今天如果有觉得他讲话可能有戳到你，或是怎样，你会直接把感受讲出来，还是就是息事宁人算了？我不太喜欢放在心里面，让我不喜欢的事情发酵，因为那个不喜欢的事情在心里面发酵的话，就会像滚雪球一样，越滚越大，越滚越大，然后越滚越大，那个东西就变疙瘩，疙瘩到我下次如果再看到那个人的时候，完了，我跟这个人好像没有办法再像之前一样的那个感觉，所以我如果有什么事的话，我会直接讲出来。那如果你吵架的话，你是会希望当下把它解决掉，还是你会想要就是先等情绪过？如果是以前比较年轻的时候，当然就会很想要马上想解决这件事情，但是现在，尤其是我觉得变成了妈妈之后，就是你会懂得深呼吸、消化一下，然后再把刚刚那个情绪拿出来再讲，你就会知道你再等一下好了。讲到当妈妈这个东西，你儿子现在应该是在2岁猪狗嫌的时候，2岁半。我记得我2岁半的时候，真的，我那时候都觉得为什么他会这样？你跟他说不要，他就是硬要，会各种就是冲出去啊，脱缰野马，我就觉得那个怒火就是，可是你也没办法跟他大生气，就是毕竟他就是小孩嘛，然后可能他头脑发育就是还没有完全，对，所以他会做这样子的行为。可是理性上知道这个东西，但你感性上就是，我真的很想要揍你，但是我没有办法。我觉得我们好像还蛮可以沟通的。用音乐吗？唱给他听。你讲到用音乐这件事情，我觉得用音乐引导小孩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，因为他听很多音乐嘛。我怀孕的时候在电台上班，然后怀孕的时候都还是一直都在表演，所以我觉得他对音乐其实蛮敏锐的。比如说我们要请他整理玩具的时候，一开始可以用讲的，他会。但你后来如果你有放到一首歌是关于clean up， 然后他就是听到音乐他就知道要去收玩具，但他也有说我不要，我乱七八糟，他也会，但他会知道那个，你看激动，他激动我要乱七八糟，但是他知道clean up 就是要去收拾。
关于用音乐催眠小孩做家事的部分，等一下我们再来详谈。我也要下载那首歌。好，可以。然后比如说在外面的咖啡店，他当然还是会有自己的情绪，会叫什么的。然后我们就说，你听，咖啡店有音乐哦。那好，我们在餐厅吃饭的时候，我们的讲话声音不可以大过音乐。对。然后如果他真的就是他的情绪不太好，我就会这样把他抱出去外面。我就会跟他用说的，我说我们现在是怎么样，他就会说好，那我们就再进去，他就可以了。哇，这么好沟通哦。那像我儿子，他就整个人走到地上，然后突然就这样子趴在地上，就是直接这样趴在地上，然后他就说我很累，我不想走了。我就说是吗？我们现在要去买蛋挞。他就站起来，然后就说在哪里？蛋挞在哪里？你这样引诱他，我只是想要知道他是不是真的累啊。然后我就说，那为什么买蛋挞走得动，要走回家走不动呢？然后他又再继续爬下去。算了啦，算了。那你知道我的小孩就去大安森林公园，然后就这样，他就不走嘞。他说他应该就是累了，他脚酸。然后我就说你在干嘛？我在等主人。他说他有给大安森林公园很多狗狗，然后我们有看一些故事书，他就说我在等我的主人。然后我就哦好，我就是你的主人，然后就把他牵走了。你儿子表达的方式好文青哦。但我的小孩是每天一天到晚他都一直跟我说妈妈我真的好爱你哦。哪一首歌可以让他这样讲？我也要听那首歌，让我儿子听。没有，他就自己一直讲，这首好像没有这首歌哦。等一下，好像有，是巧虎的。我应该阻止他有音乐梦啊，因为他就很会。所以他想要阿嬷回家，所以他爱阿嬷他现在有什么表达，只要他想要表达什么情绪，他全部都用唱的。我们家的也是，但是他唱我就会跟着他唱啊。可是那是你是创作歌手，我不会唱歌啊。我们家很安静哎。哦，真的、就充满了我儿子一个人的声音，可以把它拿来我们家，下次去拜访一下。对，我们家整个都用唱的，因为他就会说我不要回家，就是乱唱，然后我就说现在要回家这种的、啊。我现在突然觉得我回应不了我儿子，好痛苦、哦。就是我就会用他的方式，然后来回应他，就是快要接不下去的时候，再回到妈妈的角色。所以我们现在真的要回家了。我就是这样啊，我就是说，走啊，好，不要再唱了。外面很多人要唱，回家再唱。啊，哦，我知道，可能因为我就超级没有怕丢脸，我在外面也是这样啊。对。我们今天其实我们的主题呢，是什么？还没到主题。我们今天的主题呢，其实是讲能好好表达自己就是一种幸福。然后刚刚有聊了一些小朋友怎么表达自己情绪，妈妈怎么回应，还有其实你刚刚讲说你小时候做作文的例子啊，要把它写出来，其实就是一种表达。只是多半的时候，人在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你的感受、思考跟行为常常是几乎一起发生的。当你尝试你把那个感受跟感觉写出来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你把什么秘密藏在歌里面。所以你在唱出那一句歌词的时候，唱出来的风味就会有点不同。听不太懂，可以解释一下？好，就说那是别人的歌嘛，别人的歌写出来的时候，我可以靠着我自己的想象，可以做一点点小小的我自己的诠释，然后把这首歌唱得很好听。但如果今天这首歌是我自己写的话，我就会把秘密藏进去，用一个比较隐晦的方式，因为歌词嘛，它不一定要写得很明白。那当我要在大众面前唱出我的秘密的时候，那个感觉就会跟我唱别人的歌不太一样。可不可以就是你知道，就是太文青了是不是？不是，就是我比较难理，我觉得比较听不太懂。就举一个例子，可以说的秘密。可以说的秘密，歌词里面可以说的秘密，这样子，我下次听歌的时候，我觉得原来有人想要试着。我觉得这种东西真的不强迫，就是有些人就特别喜欢吃那一家面店，对，然后我就超爱吃，可是我就是跟你说超好吃，但你吃觉得好像还好欸。但可能是因为我可能吃很久，然后跟老板有一些感情，可是我在吃面的时候，我有一点感情在里面了。
我现在好担心教养我儿子的事情因为他把那个歌词创作，然后突然变成面，然后我就觉得你什么意思？我听不懂。万一以后我儿子也这样跟我沟通，我怎么办？我就会一直说，你再说一次，妈咪听不太懂。拿来我家就可以，再一次儿子翻译机拿来我家。我儿子以后真的万事拜托了。要是我儿子跟我讲了一段类似卖面跟创作的话，我就会打电话给你说，娃娃，请问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刚刚真的觉得我心好累，我听不太懂。因为他是科学家。然后我是那种跳跃性思考，然后比较图像型的人。我觉得成长环境它是一个，就是我其实不太会讲话，就是在以前，因为是隔代教养，有很多事就是你必须要放在心里面，所以我讲不出来的时候，我就用写的。我可能会写信跟写卡片，就是我心情不好，为什么这样子？我好像到了不知道几岁的时候，我看电视的时候，有一次我就不小心的笑出来，然后我那个当下，我刚刚在笑我会笑好像有一个地方不一样了。后来我渐渐发现，我只要笑，假装快乐的时候，就会快乐。这么黑暗的东西从你嘴巴讲出来，没有，是真的，真的。有了，我有看过，就是有人研究，你如果硬假笑提起你的肌肉的话，其实你的大脑会以为你在开心，真的。所以你就是很不开心的时候呢，硬笑起来，莫名其妙感觉会比较好，是因为大脑不知道那个前因后果，所以他判断你是开心的。你看吧，你看我这种笨蛋我都知道。所以你看，真的是不是要不快乐的时候，你就假装快乐一下，你等一下就快乐了。所以以后看到他笑的时候，他就是可能是不开心，大家小心一点。有可能是相反的有可能。但我等一下就好了。可是要怎么等一下就好了？因为有些东西你就还是得去消化它、解决它。因为我身边有很多工作人员嘛，如果真的心情超不好，我就会一直跟他讲，就会把我那个心里面的，我跟你讲，我一定要有一个出口，就是我必须要讲出来。如果我不讲出来，我也要拿那个手机，我要打字。遇到一个问题，我在电台工作，我心情超不好的，但是我等一下放快乐的歌怎么办？我跟你讲，我就是因为这样工作，我就练就了，我就是打包，没关系，我上2个小时，我等一下再想。就我失恋超难过，超哭的。好，我们刚刚听到那首歌呢，就这样，就把自己的 key 提高。你刚刚因为我没有办法，人家看不到我笑嘛，我要用声音啊，所以我就会把我 key 提超高。演着就变得跟真的一样。我想2个小时之后，我已经比刚刚来的时候好嘞。其实也是有点科学根据的啦，就是又有了，因为可能是因为这样子你的大脑就会又变质说，其实你是心情不错的，可是那个是心情层面的，难过还是要给自己一些时间去消化，我觉得这是一定要的。但我觉得你的当下处理的方式大家可以学习，我觉得这样子是很受用，因为我们都成人嘛，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必须要拿出自己的专业，你总不能刚分手之后，然后等一下要做一件很快乐的事情，然后就在那边访问人家一半，然后突然流一滴眼泪出来。刚刚讲的打包，英文上面我之前听到人家跟我讲的是 package， 才不是嘞，什么啦？他是说compartmentalize， 把你的这个做一个切割哦。所以你可能私人的东西你就先放到一边去，你现在就是要进入这个工作的这一个环节，所以你就是得做你工作的自己。这是我们成为大人之后逼不得已得学会的技能。要是我早一点遇到你，听到你讲的话我之前是知道可以假装就是微笑，但是今天又多学了一个把声音的音频提高，让别人听得懂的同时，你头脑其实也是听得懂的。你下次不要微笑，你下次要笑出声音，就跟你讲，等一下真的会好。你就找一个人说，不然我们笑一下。真的在这边推荐给所有刚分手的人，大家来试试看。如果你能笑出这种声音的话，你差不多也好一半了。因为你的头脑就会觉得，你是不是好了？是不是好了？我们现在可以侃侃而谈，就是怎么样变比较正向。那就是因为我真的有太不快乐，然后是我找出来的方法，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。所以你们一定要相信我，假装快乐是有用的。希望可以分享给其他
觉得自己可能没有那么开心的人试试看这些方法，或者是大家不开心的时候就可以重复的听刚刚前面的一些笑声。好，帮我剪出来。遇到觉得不开心的事情，你是有办法自己去透过一些方法，然后自己走出来，然后试着从观察自己开始。如果一开始自己没有解决方式也没关系，像我就是没有自己的方式，我就会去试试看别人的方式。所以就是大家可以试试看魏如萱的方式，遇到事情的时候，或许刹车住你第一个思考模式，就是你事情来你要直接反应，先不要，先停一下。我们可以试试看系统2，今天可以试试看魏如萱的方式，明天可以试试看别人的方式，可以哦。然后之后你就会慢慢想到，其实这个有适合我，我留下来，然后另外有适合我留下来，之后你就会自然有自己去面对突发事件或是突发情绪的方式了。好棒哦！希望他刚在收尾，我觉得讲得很好，希望大家觉得很受用，超棒的，谢谢，谢谢理科太太，谢谢娃娃。那今天就这样啦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帮我按赞、留言、分享。如果还没订阅的话，请帮我订阅一下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